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我们刚从英国回来，那现在主要想要分享的是 Revenue 这张信用卡，因为使用过程觉得蛮惊艳的。那我们会办这张信用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欧洲是没有信用卡可以用，那去英国是花英镑嘛，那我们现在在欧洲只有 debit 卡，就是台湾的有点像台湾的签账卡，签账卡就是直接刷户头里面的钱。在荷兰 debit 卡比信用卡还要流通或方便。对。那因为我们去英国玩嘛，所以刷的时候其实是刷英镑。那如果直接用 debit 卡来刷，就等于是用欧元刷英镑，它这样子它会有一点点汇损，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比如办个信用卡。那网络上做了一下功课，就是大家蛮推荐这张卡的。那更多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找资料。那今天主要分享的是我们实际使用的一些感想跟实际的状况，对，就是把它更白话一点分享给各位。首先来说它的功能好了，它其实就是一张信用卡。它表面上是信用卡，但是实际使用起来它其实是一张签账卡。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把钱储值进去，然后才能刷。对，那这样子其实间接会有一个好处，这好处就是即便你卡掉了，你被盗刷最多就是账户里面那些钱。对，不会像信用卡可能就是那个额度会变得非常高，这反倒变成一个优点在旅游的时候。那我们讲一下储值的部分好了。如果是你自己的银行账户或你自己的信用卡把钱存进去就很单纯，就是很快即时就生效，蛮顺利的。对，我现在储，然后5秒钟钱就进去了，大概是这种状况。但是我们遇到的状况是我的状况，对你的状况，因为我们在荷兰是共同账户，对，那共同账户表面上其实是我的名字，对，也就是说用共同账户没有办法把钱直接存到你的账户里面，对，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 debit card 的那个银行账户。存到我自己的 Revenue 的账户里面。对，然后你的状况更奇怪是，因为户头的名称不一样，你连台湾的信用卡钱也存不进去。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那它一个方法就是转账，知道的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对，转账的话一律都转进去，但是就是会 delay 个1-2天等等的，用起来就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后来是用比较便利的方式，就是我直接把钱存到我的 Revenue 账号，然后因为即时生效嘛，我5秒就会收到钱。然后这时候我又可以用我的 Revenue 的 App 直接把钱转到你的 Revenue App。对，它那个转账也很神奇，感觉在传讯息，就是打100，非常的 send， 那就过去了。那个传个讯息的那个传，大概就是你撒个100，然后发送，就这样就过去了，结束。对，它发送就是一个箭头，对吧？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对话框嘛。它就是设计的可能第一次传比较要设定一些东西，但后来就变成一个对话框。对，所以就变成第一次大概设定稍微花一点时间，接下来整个旅途当中，我其实户头需要钱的时候，从崩溃爸爸这里转钱到我这里就蛮快的。对，那储值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再讲讲余额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去英国嘛，那我们就是储进去的钱，就是为了我们这次旅程，那就是看有不够，我们再储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就会发现它的余额显示其实并没有那么及时，并不是说我现在刷了10块就会看到余额少10块，没有，有可能是要等到。我猜有可能是等到店家请款，你的余额才会变少。我觉得这个比较给我们在整个旅途当中比较大困扰是车票钱是最后才算。对，就是我今天搭的公车啊等等的费用，有可能隔了1-2天才会被请款，余额就突然变少。就是我本来账户有100块，那你买的东西你大概可以心算一下啊，你余额应该剩多少，你应该可以刷得过这一张卡。可是公车票的话，它只会先刷你一个算是像定金那种感觉，大概刷个1英镑或是2英镑。你大概就刷过然后也逼出去了。可是它等于就像过个2-3天，过2天吧，1-2天之后，它才会结算你当天整个在英国伦敦搭车的状况。然后因为它每天都会有上限，所以它就会帮你算，再去扣掉你那天真的实际搭的钱，就是没有那么及时。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遇到状况是，我以为我的存款余额大概还有够20块好了，对吧？结果去买东西，怎么刷不过？对啊，我就遇到现场刷不过。然后后来仔细追查发现，余额怎么变成剩下5块？负的吧之类的，就是其实刚刚有某个之前店家请款，所以你的余额在不知不觉变少了，所以刷不过。那现场刷不过就会很麻烦的，很紧张。当下很紧张，因为后面很多人在排队，你也不可能在现场赶快储值进去再刷，没有。我也不能输我自己啊。对啊，所以我们就当下就会拿另外一张台湾的信用卡应急这样子。所以建议大家都带2张。还有一个遇到一个麻烦状况是，因为我们的网络去那边漫游。结果漫游有些地方的收讯是真的很差到可能没有办法储值。就是我的信用卡里面余额不够，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储值，这种时候就很尴尬。就是在地铁底下。对，刷的时候不用网络，但是你储值需要。对，
那 Revolut 这张信用卡，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它是可以忘记7欧还8欧可以得到实体卡片。对。那实体卡片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般都是用手机刷就可以了。对。那实体卡片对我们来说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是，去英国可以直接插进提款机领出英镑，而且没有手续费。对。那我实际操作我发现，因为我本来在想说 Revolut 里面我们都是欧元，我是不是要在里面先转成英镑，然后才可以领英镑出来？那我实际操作发现，我插进去以后，看到 ATM 上面显示的是美金，里面总金额就对了。所以我猜也不用先转成英镑，就可以把英镑领出来。那的汇率怎么算？就是当天汇率。即时。对。然后ATM 这个有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插进去的时候，反正领钱就失败，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再试一次，先看一下余额，然后再领，这次就成功。所以我在猜，有可能是第一次没领过还是什么，会有一些状况。然后我就再试一次，就成功。如果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知道为什么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对，反正就是再试一次就成功。然后讲到汇率啊。因为 Revolut 最近好像是最近的才实施的吧，就是假设你是在周末刷卡的话，因为每天都是欧元，我们刷就直接刷英镑，它就会根据每天的汇率去做转换就对了。但是如果你是在周末刷的话，会有一些汇损，例如说今天的汇率是1点多1.2，然后它就有一些汇损，可能变成1.22多之类的。如果是在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信用卡公司要避免这个汇率的一些损失啊，因为周末的汇率是比较不确定的。这边不是很懂，那你说怎么要提早换汇是什么？就是例如说，我们知道假如今天礼拜5，我知道我们礼拜6还会留在英国玩，那我们就应该在礼拜5的时候把里面的欧元转一部分变成英镑。它在 App 上面就可以操作，对，在 App 上面就可以换，然后转成英镑，然后呢？然后我明天刷英镑的时候，他会先扣英镑的账户，英镑不够他才会去扣欧元的。对，那这样就可以避开那个汇损。但是我们要抓得很精确，对，我们是忘记，对，我们每个礼拜5都忘记，想到都是礼拜6。对，所以周末都会刷卡就会有一些汇损，就算了。对，但也没有差到太多了。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用这张卡我蛮惊艳的，就是它的 App 的操作啦，整个 user friendly 做的真的是蛮好的。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很有新创公司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为使用者设计的。从整个申请到先拿到虚拟的卡号，然后到我们又在申请的实体卡，整个路其实算是非常顺利。然后你要在 App 上面可能要建立什么样子的秩序，其实它设计也都是非常简单的。它甚至也可以在 App 上面停卡。你卡不见在 App 上按停卡，对，因为我们最担心就是卡被盗嘛。那你虽然卡被盗，即使是像刚刚有说到账户最多就扣到你账户的钱，但是心情还是很但是他删除卡片这件事情，停用这卡的这件事情，在 App 上面直接按个叉叉，他就确认删除嘛，你就按确定，好像也就删除掉了。然后 App 里面还可以新增虚拟的信用卡，例如说我现在网购，但是这个网购平台我不是很放心，我就新增一张虚拟一次性的卡。一次性的卡号，我刷完，然后货品拿到，这张卡就删掉了。对，就是确保这个交易的安全。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蛮让我惊艳的。对，所以整体来说，这张卡真的是蛮特别、蛮推荐的。然后，如果我还有邀请码的话，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我们这中途旅程当中还发生一件事，但是遇到你 PIN 码输入几次错误，卡被锁起来，应该是3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找说，怎么解锁？解锁其实很单纯，你就进去，你刚刚它会有交易记录嘛，然后告诉你哪几笔失败，PIN 码输入错误失败，你就点那个交易记录进去，然后就选说这个是我本人刷的没错，就这样，然后卡就会恢复了。对，不然那张卡没有办法用也是蛮麻烦的。整个体验来说，我们遇到大大小小问题啊，但好像都还算 OK， 蛮容易被解决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就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汇差就是汇率上的折损。